前一段有2名外国游客来咱这边旅游，想要买一些那种人皮骨一类的东西。当他们听闻现在国内已经禁止这些产品制作的时候，他们表示无法理解呀。这样的传统艺术为何不保存下来呢？只能说这俩人确实有点不当人啊。但其实呀，这在某种角度来说也确实是情有可原，因为在国外啊，无论是欧美还是印度，人骨人皮制作的艺术品一直都很受欢迎，有一批忠实的拥趸。咱们今天呢，来了解一下这些黑暗残忍的人皮艺术以及抽象的人骨交易市场。大家好啊，我是戴红。在欧美的一些所谓泛精英圈层中，以伦理探讨为幌子的艺术往往是相当猎奇、相当扭曲啊。美国一名人皮艺术家安德鲁·克拉斯诺，其创作是相当惊人。他20年来持续使用医学捐献人皮制作美国国旗、地图、牛仔靴、灯罩等作品。他公开表示，自己的创作是为批判人类暴行与伦理漏洞。还声称啊，相比屠杀动物制作兽皮制品，使用自愿捐献的人皮创作更加人道。这套说辞虽然有点强词夺理，但也并不是没有受到他人的支持。当然哈，由于其作品与纳粹集中营中人皮制品相似度太高了，所以常年伴随着巨大的舆论争议。2016年，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学生蒂娜·格尔扬茨提出了一项极具争议的创作方案。他计划呀，提取已故知名时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的 DNA， 通过实验室细胞培养技术培育人体皮肤，再将培育出的人皮鞣制成皮革，制作手袋、服饰、配饰等奢侈品，甚至为此套技术正式申请了专利。他声称啊，这项创作是为了探讨伦理与社会价值观。但是外界普遍将其批评为惊悚且没有底线的猎奇炒作，这并非首例名人人体组织艺术创作。此前，意大利艺术家就曾利用梵高家族 DNA 培育出了活体复刻版梵高耳朵，打着艺术创作的名义搞抽象人体实验，颇有炼金术士的风范。除此之外，欧美艺术界也早已掀起了人体标本创作风气。塑化技术发明者君特·冯·哈根斯将人体遗体塑化后摆出了雕塑造型，公开展示人体解剖结构，吸引大量民众参观。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也曾以动物遗体标本创作获奖。用人体切片只是小有争议，然而用了动物之后反而激起了大家的激烈讨论，这很离谱哈。这种所谓人体标本艺术品之前在国内也很常见，我们大学的地下室就有很多。有一次晚上下课了，我自己闲着没事在教学楼里晃悠，一不小心误入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幅标本是把人体切片了，然后摆成了一个那种切片悬空的造型，还是挺震撼的哈。除了这些所谓现代艺术创作，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是欧美、南亚、日本，还有很多人喜欢把纹了身的人皮剥离之后进行保存收藏。来自日本的病理学家福士正一，他痴迷日式传统刺青，利用医院工作便利资助普通人完成纹身，约定对方离世后剥离其纹身皮肤。他通过风干或福尔马林浸泡等方式保存人皮，一生收藏了100余件完整纹身人皮，3000份影像资料，全部收录于东京医用病理博物馆。藏品包含了通体满纹的完整人皮套装，这相当惊悚骇人呐。考古领域也发现过很多珍贵的远古纹身人皮遗存。1993年，西伯利亚冻土中发现了一具25岁女性木乃伊，依靠天然冰冻环境保存了数千年，双肩至手腕布满了精美纹身纹样融合了鹿等动物元素。1991年，阿尔卑斯山发现的冰人奥茨全身留存61处木炭纹身，也是最古老的人体纹身遗存之一。在二战期间，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指挥官的妻子伊尔斯科敏被称作布痕瓦尔德魔女，她残忍下令杀害所有带有精美纹身的囚犯，剥离其纹身皮肤，制作成灯罩、相册封面、桌垫等物品。曾有收藏家在波兰古玩市场发现了一些人皮相册，封面带有纹身，附着着人体毛发，散发着异味，可能就是出自魔女之手啊，是非常恐怖啊。那么现在欧美的这些艺术品的原料是从何而来呢？他们本地人够用吗？只能说够不够用不清楚，但确实性价比不太高啊。相比之下，印度100年老字号的人骨大商店那才是真正的物美价廉。印度这套成熟的人骨贸易体系，说它是100年老字号其实有点不严谨，因为它至少延续了200多年了，从殖民时代延续至今。早在英国殖民时期，加尔各答就已是全球人骨交易的核心枢纽。当时英国医生
直接雇佣盗尸者。当然，我们也可以尊称其为掘墓人，挖掘印度各地墓地遗体，输送至欧美医学院。在1985年禁令出台前，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人体遗骸出口国，垄断了全球医学院、实验室人体骨架供给。美国基尔格尔国际公司等众多知名企业长期依赖印度人骨开展经营。彼时人体遗骸出口是印度合法产业，年交易额达数百万美元。后续因为有人权组织指控，该交易违背了伦理，且出现商贩为获取骸骨谋财害命的乱象。印度政府在1985年正式颁布了禁令，禁止一切人体遗骸出口。但禁令并未根除产业链。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呀。地下人骨黑市是顺理成章的诞生了。如今，印度合法获取人体骨架的唯一渠道是医院的无人认领遗体，而黑市走私团伙可不会管你那么多。没有文件怎么办？搞一张假的就完事儿了。整个产业链分工是十分明确哈，有人负责从河流、墓地、医院里盗取收集遗体，有人负责熬煮、漂白、脱脂加工，最后通过隐秘渠道内销或出口，形成完整闭环。更讽刺的是，身为产业链底层从业者的这些达利特们，一般抢不到人骨头，只能世代捡拾一些动物骸骨，能假装成人骨卖了，那就能多骗点钱。骗不着人的话，动物骨头售价是极低啊，1公斤骨头仅能售价3到5卢比，靠着辛苦劳作勉强糊口。但是众所周知，在印度，一种叫做流牛的动物，那个身份地位比人还高。很多民间爱牛团体会对这些捡拾动物骨头的人进行暴力袭击。在2017年，印度的护牛政策落地后，这群无辜的拾骨者频繁被误认为非法屠宰、走私牛只的罪犯，常年遭受辱骂、恐吓和人身攻击，终日活在恐惧之中，是相当悲惨呀。当然哈，在贩卖人骨这方面，印度也不是完全没有人管，有些时候这个人骨走私的规模太大，那印度法律还是会偶尔发力来发钱。比如2017年，印度西孟加拉邦警方在当地村庄展开排查，一次性查获了365块人骨，顺势抓获了8名核心走私嫌疑人，也是当地近年规模较大的人骨查获案件。经警方核查，这批骸骨全部取自当地河流中的腐烂无人认领遗体。走私团伙专门收集这种遗骸，用过氧化氢清洗消毒后，私自卖给当地私人医生和医学院牟利。漏网的8人均是首次涉案，属于新入行的未来之星啊。在2007年，西孟加拉邦布尔达万地区，警方开展多轮突击清查，查获了20枚人类头骨及大量人体骨骼，当场逮捕了6名走私人员。2009年，杏林的比哈尔邦警方在大巴车上抓获了1名走私人员，其随身携带了67枚人头骨。这一个人带67个人头，属实有点离谱哈。接连不断的案件足以印证印度人骨走私的猖獗程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地下交易团伙是加尔各答的杨氏兄弟公司。这家店铺选址是极为刁钻，坐落于城市最大停尸房和大型墓地中间，长期是疯狂垄断当地黑市人骨货源呀。2001年，当地卫生部门多次接到民众投诉，这家店铺常年散发刺鼻恶臭，街坊邻居曾多次目击屋顶晾晒着人骨，巨型木桶里熬煮着骸骨的惊悚场景，直接把人骨头跟晒被子一样晾晒在屋顶，确实过于嚣张了哈。根据多名目击者的证词以及相关部门细心调查，这家公司至少盗窃了超过5000具尸体。执法部门随后对店内展开了专项突击搜查，发现了2间堆满完整人体骨架的房间，还有大量用于浸泡骸骨、去除脂肪组织的大型容器。现场查获了整整3卡车人骨，同时搜出了大量货运单据，证实呀，这批骸骨计划批量出口至美国、欧洲、新加坡等地。即便证据确凿，罪行明确，该团伙老板最终却成功脱罪了，这是否暴露了印度司法的黑暗呢？还是拉倒吧哈。现在我看见这件事情发生在印度，已经丝毫不感到奇怪了。关于人皮人骨艺术的相关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就能点个赞加关注，我带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